你以为宇宙尘埃只存在于望远镜照片里，其实此刻就有太空来客在你家屋顶上。我们总把宇宙尘埃想象得遥远又抽象，像望远镜拍的壮丽星图里那些朦胧光斑，但现实里它们比想象中近得多，此刻正以宇宙雨的形式不断降落，可能在你城市的街道，你家屋顶，甚至已经粘在你衣服上。行星空间里游荡着多少宇宙尘埃，每年有多少落向地球，它们又藏着太阳系、地球甚至生命起源的哪些秘密？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。如果你曾远离城市，在日出前或日落后抬头，可能见过从地平线升起的微弱光芒，黄道光。它不像路灯那么亮，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注意过，但见过的人可太幸运了。这不是大气里飞的东西，而是无数星际尘埃在表演。它们在行星空间游荡，散射太阳光，形成天空中的光带。因为这条光带穿过黄道星座，所以叫黄道光。其实它画出了尘埃盘的轮廓，而这个尘埃盘又标出了黄道面，太阳系里尘埃最密集的平面。地球在这尘埃盘里转，宇宙尘埃自然会飘到我们这儿。实际上，地球45亿年历史里，外星物质一直在降落，从未停过。我们最熟悉的是那些烧红着冲进大气，最后落地的金属岩石碎片，也就是陨石，但它们的个头算大的了。真正主流的宇宙物质更小，连毫米都不到。历史上算每天有多少宇宙尘埃落地球，可难坏了科学家最大的麻烦是区分地球本土尘埃和外星尘埃，所以不同方法得出的结果差异巨大。有的说每天几百公斤，有的说几百吨。后来科学家换了思路，不找落地的，改算正在降落的。天文学家发现，太阳系尘埃主要来自小行星碰撞和彗星靠近太阳时撒的碎屑。这些颗粒冲进地球，大气的速度差异很大，和地球同方向飞的速度11公里每秒，对着飞的能飙到73公里每秒。这速度能让颗粒和空气分子碰撞，瞬间加热到1600摄氏度以上。要是颗粒直径超过2毫米，就会烧出明亮的流星。更小的颗粒会完全气化，释放钠、铁等元素的蒸汽，这些蒸汽又凝结成纳米级的流星、烟尘。现在科学家用雷达和高空飞机测烟尘，算出每天约有400公斤到40吨宇宙尘埃进入大气，平均5吨左右。也就是说，你家屋顶此刻可能就躺着几颗宇宙颗粒呢。这些宇宙尘埃可不只是游客，还深刻影响着地球大气。比如夏天夜空中，天文爱好者爱拍的银云就和它们有关。银云是冰晶，但得搭在流星烟尘颗粒上才能长出来。这些颗粒就像冰晶的骨架，银云美且亮，关键是它们住在大气顶层80到85公里高的地方，几乎快到太空了。太阳落山后，地面黑了，但银云还能被阳光照着，所以特别显眼。而且不只是地球有着浪漫景象，2019年和2021年，火星探测器也拍到了火星天空的同款银云。看来宇宙尘埃可不只光顾我们地球。科学家发现，宇宙尘埃对大气的影响不止银云，有理论说，流星、烟尘等微粒可能参与破坏平流层臭氧的云层反应，甚至和南极臭氧洞有关。不过具体影响有多大，还在研究。另外，对抗气候变化的奇招里也有它的身影。有人提议往大气撒硫酸盐气溶胶，反射阳光给地球降温，但要这么做，必须先搞清楚宇宙尘埃和流星烟尘的化学反应。毕竟这些小行星、彗星碎片可是大气里的常驻嘉宾，他们在大气化学里的角色，科学家还在深挖呢。有人上天找尘埃，有人下地找，在地球找宇宙碎片可太难了。毕竟本土尘埃太多，但也不是没招。比如科学家马修根斯研究宇宙尘埃30多年，一粒一粒挑。他在南极找陨石时，顺便收集尘埃样本。除了大石头，更小的微陨石也能暴露宇宙秘密。根斯铲起雪，发现下面有层尘埃，一共收了6公斤，结果没白干。他花了近20年，从这6公斤里挑出3000多块宇宙碎片。找的过程，先靠显微镜挑出表面有凹坑的小球，
叫球粒，这是穿越大气时被烧出来的痕迹。用磁铁吸金属颗粒，但地球岩石也能被吸，所以还得用电子显微镜测化学成分。微陨石的矿物组成和大陨石像，同位素比例却和地球尘埃不同。现在 NASA 收藏了11000多颗宇宙尘埃，有的来自高空飞机，很多就来自南极的微陨石。想象一下，科学家花20年从6公斤泥土里挑出3000块宇宙碎片，这耐心你服不服？如果是你，敢不敢挑战从自家灰尘里找太空来客？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南极确实是研究宇宙尘埃的宝库，全年冰雪覆盖，污染少，只有少量物质能到这儿。尤其是南极被海洋包围，比北极更干净。这里的宇宙尘埃被新雪覆盖，科学家能通过冰层年龄算出尘埃降落的动态。2021年，一组科学家发表了20年的研究成果，这是找宇宙尘埃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，也是算每年落地球尘埃量的重要尝试。他们在法国、意大利康科迪亚站附近挖冰，从1995年的冰层往下找，避开建站时的污染，收集大块冰雪，在实验室融化后分析，挑出2000多颗21到700微米的颗粒，比毫米小几十甚至几百倍。这些颗粒形状不一，科学家还能根据特征追来源。比如有些不是球形，因为太小太轻，穿大气时没融化。彗星尘埃更蓬松，还富含有机物。研究发现，60%的尘埃来自轨道周期小于20年的木星族彗星，20%来自主小行星带。根据冰层年龄算降落速度，再推算全球，得出每年有4000到近7000吨宇宙尘埃落地球。考虑大气中燃烧的部分，年降落量可能约15000吨。这说明宇宙尘埃才是地球外星物质的主力，比每年不到10吨的陨石多几百倍。现在地球每平方米每年约收10颗宇宙颗粒，它们无处不在，在街道、你家，甚至你衣服上，我们就生活在宇宙颗粒雨里，每天和它们亲密接触却没察觉。地球不是唯一接宇宙尘埃的行星，但天文学家以前很难搞清楚太阳系尘埃怎么分布，总量多少。比如曾以为水星轨道附近尘埃很少，太阳辐射太强，要么融化颗粒，要么把它们吹走。但2018年用 STEEL 太阳探测器研究日冕时，科学家发现了意外。探测器拍的敏感图像里，除了日冕光，还有额外辉光，其实是尘埃反射的黄道光。他们本来想建模型消除这些干扰光，结果模型反而暴露了水星轨道附近的秘密。有个比周围尘埃云密 5% 的尘埃带，刚好沿着水星轨道。原来就算离太阳这么近，高温和太阳磁活动这么强，尘埃也能形成稳定结构。STEEL 数据还发现了金星轨道的尘埃环更大更亮。其实2000年代初，太阳神探测器就猜过金星环存在，新数据实锤了。更绝的是，帕克太阳探测器第3次绕日时，直接拍到了沿金星轨道延伸的尘埃带，一开始还以为是日冕结构，后来才反应过来。不过这些尘埃环怎么形成的，现在还没完全搞明白，可能和行星引力捕获、引力共振有关。其实地球也在一个环状的黄道尘埃云里，但它的大小、形状和结构是最近才偶然发现的。朱诺号去木星时，意外成了宇宙尘埃探测器，相机总拍到奇怪物体，团队还以为是燃料泄漏，结果是尘埃颗粒撞上太阳能板，碎成了渣。这反而让科学家有了测尘埃浓度的办法。朱诺号的轨迹很适合先去小行星带，再回地球引力加速，几乎画出了这片区域的尘埃分布图。他们发现地球尘埃云外缘在离太阳2天文单位火星轨道处，还猜火星可能是地球尘埃主来源，不过后续研究没证实。地球尘埃云更可能来自小行星和彗星。2015年罗塞塔探测器也支持这说法，比如木星族、彗星、67P、楚留莫夫、格拉西门科就是星际尘埃的母体。朱诺号还提醒我们，宇宙尘埃虽小，但速度快，可能撞坏飞船太阳能板。好在它装了防护结构，避免了损伤。大多数微米级尘埃会因为泊松、罗伯逊效应慢慢螺旋着往太阳飞，路上会被行星吃掉。
所以尘埃能稳定落到地球，不像陨石，大石块从小行星脱落，可能在太阳系游荡100万年才偶遇地球轨道，所以陨石落地很随机。相比之下，尘埃是研究太阳系动态的好帮手，它们来自更多小行星和彗星，能反映更广泛的信息。不过单个颗粒信息少，这就像采样，陨石是深度报道，讲一个天体的故事，尘埃是大数据统计，讲很多天体的故事，两者互补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宇宙客人讲的不只是远方，更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的故事。尘埃在地球45亿年里一直在降落，穿过大气时和氧气反应，大部分宇宙金属颗粒的氧其实来自地球大气。现在科学家测微陨石的氧浓度，就能反推当时大气的氧气水平。比如2025年一项研究通过铁陨石重建了不同时期大气氧同位素组成，还改进了分析方法，让宇宙颗粒成了大气档案。更酷的是，要是能在火星收集尘埃，还能知道火星大气的历史，研究宇宙。尘埃就是在解读宇宙的生命纽带，从行星形成到生命诞生，都藏在这些微小颗粒里。关注我，带你用最通俗的方式解锁宇宙的终极奥秘。看完今天的内容，你最想了解宇宙尘埃的哪个秘密？是它如何参与生命诞生，还是它在其他星球的故事？评论区告诉我